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为您播报的财经快讯是：日本国债收益率周二大幅下跌，追随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，因日本市场在全国假期后重新开放。接下来，东南亚热浪导致气温和用电需求创纪录，电网紧张，交易员囤积天然气货物。泰国、菲律宾和缅甸均报告创纪录的高温，电力供应短缺。泰国购买了液化天然气以补充激增的电力需求。请看下面这条消息：瑞士仿制药制造商 Sandoz 与美国药企安进达成协议，解决其在美国销售的托诺丹抗生物类似药相关所有专利诉讼。该协议为 Sandoz 在2025年5月31日或更早推出生物类似药 Jubbonti 和 Wyost 铺平了道路。下一条资讯：标致雪铁龙3大欧洲装配厂将于5月初恢复生产。此前，该公司找到了零件采购的替代方案。让我们关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强调保留石油生产和政府主导的能源，尽管专家认为这会阻碍气候变化承诺。请看下面这条消息：墨西哥在1938年通过没收美国公司的石油资产，掌控了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。此举教会人们从小学1年级开始学习，并每年将其视为一次伟大的爱国胜利而庆祝。接下来这条消息：AMD 将于周二公布第一季度财报，其人工智能芯片销售和 PC 市场表现将受到关注。市场普遍预计 AMD 每股收益为 0.61美元，营收为 54.5亿美元。在 AI 竞赛中， AMD 的 MI300 芯片正与英伟达的 H100 系列展开竞争。不过，英伟达已宣布推出后续产品 Blackwell 平台。接下来为您播报：星巴克提出6项承诺以改善业绩，但这些举措可能无法解决更紧迫的问题，例如持续低迷的客流量、与工会的冲突以及菜单创新不足。尽管这些承诺表明品牌愿意再投资，但分析师表示他们不太可能直接推动增长。接下来这条消息：小野制药以24亿美元收购 Deciphera 制药，以扩展美国和欧洲市场。这笔交易是小野制药补充药品储备的战略第一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大众、梅赛德斯奔驰和 Stellantis 受新车需求疲软和利率上升影响，一季度营收均出现下降。汽车制造商的股票遭到冲击，梅赛德斯下跌 3.6%， Stellantis 下跌近 1.5%， 大众下跌 2.1%。 让我们关注埃隆，马斯克解雇2名特斯拉高管，并计划裁员数百人，以应对销量下降和裁员速度缓慢的问题。下一条资讯： Michael Saylor 通过出售 MicroStrategy 股票获利4亿美元，这是他2020年决定购买比特币的回报。尽管 Saylor 出售股票，但 MicroStrategy 的股价今年已翻倍，高于比特币同期涨幅。接下来这条消息：欧元区4大经济体增长强劲，带动欧元区摆脱衰退。尽管通胀回落，德国摆脱低迷。欧洲央行将于6月开始实施货币宽松政策，为复苏提供支持。下一条资讯：汇丰控股首席执行官诺埃尔·奎因意外辞职。正值中美关系恶化之际，公司已启动寻找继任者的正式程序。下一条资讯：美国禁止 TikTok 的举措标志着其数据安全方法的新阶段，最终可能影响从电动汽车到医疗保健的一切，并重塑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。该法律参考中国的做法，将数据的潜在滥用视为国家安全威胁。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公司实施了更多限制，但当局接纳了遵守其规则并同意在本地存储数据的公司。现在，美国似乎正在远离开放互联网的自由数据流动，转向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选择性碎片化。TikTok 目前备受关注，部分原因是其庞大受欢迎程度和数据收集范围，但它并不是美国立法者针对的首家，也不会是最后一家中国公司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动科技公司大幅增加支出。Alphabet 通过现金分红和股票回购，鼓励投资者支持其在 AI 领域巨额投资。该公司支出增加预期将持续，预计年化现金分红和股票回购支出可达750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消息：受供应过剩和冬季暖和的影响，今年以来天然气价格下跌近 40%， 但分析师认为今年年底该商品可能会上涨，部分原因是人工智能电力需求的增长。最后，
这条财经快讯是：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沃尔玛和 Vizio 提供更多收购相关信息。此前，两家公司拟议23亿美元的交易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